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同时，我们也在6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简报。今天是2023年4月7日，在中国简报，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消息，以及独家专家分析。如果您觉得我们的内容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这是今天的独家见解。独家分析：李强在当工商局长的时候就说要当店小二。浙江人在市场经济中积累，然后从小草发展起来。浙江的发展和政府的行为、政府的服务意识也是相关的。浙江政府对老百姓服务，在许多方面是走在前面的。比如，浙江在20年前已经有了办事大厅，就是政府各个部门，什么工商财税这些部门，过去门难进脸难看的部门，事情很难办的部门，在20年前就把这些部门集中在政府的一个区域作为办事大厅，每个单位来几个人，人家到这个窗口就把事情办了。如果其他单位还要盖章，隔壁窗口就办。市长热线也是这样。又如农村的财务集中管理，原先农村的村级财务问题非常严重。我在70年代、80年代参加工作组到农村调查，农民对干部的最大的意见就是财务不透明、不公开。因为中国人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虽然农村钱少，但是你书记随便用钱，老百姓就很不满意。到农村去搞调研问老百姓，他最大的不满就是这个。你再问他，可能说征购公粮的问题、造房子问题，还有计划生育，以前就这么几个问题。20几年前，浙江省都已经规范农村财务，村一级财务全部上收到乡统一管理。原来是村里的钱就村管，实际是村支书管，他怎么开支他决定，靠自觉，别人管不了。几年以后你查账怎么查？没有发票，就是一张白纸条，也没证明人，陈年老账。当时工作队我也参加过，你无法组织一帮人来查，查了以后他说3年前我们是在什么饭店吃过一餐饭，他说是15块，其他人说只有8块，说得清吗？既说不清，也没发票，就写一个白条，然后他说有的条子找不到了，你怎么办？现在浙江就把村一级财务全部上收到乡里，统一给你做账，村里要开支，通过你的程序走，符合程序，乡里给你付就完了。你要报销，按照发票，按照正规的财务制度做，把不透明的情况解决了。浙江政府有时候还会帮助解决企业的一些具体困难。在80、90年代的时候，浙江有一批企业家投资江西上饶某个地方一个风景区，按照合同协议投了以后，对方不算数了，改变了，浙江的投资方损失非常巨大。浙江的投资人开始向江西反映，不能关门打狗什么对的，也解决不了。后来浙江政府向江西发公函。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都知道，山西开煤矿很赚钱，小煤窑原来一个煤窑的话可能几十万承包过来，后来煤炭一涨价，几十万承包的煤矿价值1000万以上，一些浙江人就去买煤矿，你30万买的，现在我1000万给你买下来，浙江人就借了高利贷或者大家凑钱把煤矿买过来，结果浙江人把山西的小煤矿买下来以后，山西把这些煤矿国有化了。浙江人花1000万买的煤矿，山西的国有企业200万收购，浙江的民营企业损失惨重，浙江的商会、浙江的政府、浙江省工商局也是出面帮助协调解决。浙江政府会出面帮助协调解决这些事情。像商会就属于工商局管理，李强总理原来就当过浙江省工商局长，这个工商局的前身市场管理委员会，毛时代的自由市场市管会过来挂一个红袖套，那些做生意就赶快跑，就像现在碰到城管一样。现在的工商局是管理，但是浙江的工商局率先走向服务功能。李强在当工商局长的时候就说要当店小二，姿态很低。浙江、浙江人、浙江经济系列之9。本文作者野风，浙江研究学者。伊朗与沙特阿拉伯恢复外交关系，着眼于更多的地区稳定。加拿大广播公司。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在7年的裂痕后恢复了外交关系，并进一步同意寻求经济合作和维护地区稳定。该协议是在伊朗和沙特外长会晤期间在北京达成的。1个月前，中国促成了这2个地区大国之间的初步和解协议。最新的理解进一步降低了竞争对手之间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无论是直接冲突还是该地区的代理冲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2国关系的升温表明地区国家有意愿和能力带头维护和平。中国毕业生面临又一个艰难的1年。南华早报。中国的就业市场即将受到创纪录的1158万大学毕业生求职机会的严重冲击。由于中国的就业市场已经无法吸收在大流行期间完成学业的大学生，
毕业生将与落选的求职者竞争。中国的证券公司通常是最受毕业生欢迎的雇主，他们只想用更有经验的候选人来填补职位空缺。但是，随着中国重新开放带来的经济提振放缓，提供的工作机会减少了。对毕业生需求的减少引起了对职业教育的关注。尽管如此，一些行业领导者表示，年轻人正在寻找的工作与需求的工作之间存在不匹配。即便如此，职业毕业生学习特定技能行业，包括焊接和管道的学生，找工作的难度较小，95%的人在毕业后找到了工作。秘密：美国和北约的乌克兰战争计划在网上泄露。南华早报。似乎是美国和北约的秘密计划的文件出现在各种社交媒体网站上，详细说明了乌克兰的战备和攻击俄罗斯的准备工作。其中一份泄露的文件详细说明了 HIMARS 火炮系统的消耗率，据信这些信息一直受到严密保护。另一个描述了10几个乌克兰战斗旅的状态，其中包括他们的装备和准备好与俄罗斯军队作战的日期。这些文件在 Twitter 和 Telegram 上流传，虽然被认为是真实的，但一些专家警告说，这些文件可能出于宣传目的而被篡改。尽管如此，现在有人质疑这些文件是如何进入公共领域的，这引发了我们的情报共享伙伴如何管理美国机密材料的问题。国防部长办公室前欧洲和北约主任马克西马科夫斯基说，中国股市在成交量上升和政策支持下创1个月新高。南华早报。受营业额上升和政府继续承诺支持芯片制造业的推动，中国股市升至1个月高位。上证综合指数上涨 0.3% 至 3323.98， 创下3月3日以来的最高收盘价。该基准本周上涨 1.6%， 连续第4周上涨。国资委表示将加大对半导体行业的政策支持力度，也提振了乐观情绪。沪深300指数10个行业板块中，医疗保健和电信股涨幅最大，涨幅至少 1.5%。期望北京在台湾妥协是一厢情愿。习近平。南华早报。自美国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最近在加利福尼亚会见总统蔡英文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不能对台湾抱有一厢情愿的想法。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时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利益的核心，北京绝不会同意任何人就一个中国政策做文章。习近平发表声明的前一天，蔡英文和麦卡锡以及其他17位美国立法者与台湾支持者一起前往罗纳德·里根总统图书馆，此举遭到中国批评。国防部还观察到航母编队在台湾沿海航行。劲敌字节跳动旗下抖音与腾讯达成合作协议。路透社。中国科技竞争对手字节跳动和腾讯已同意探索短视频和长视频的联合推广。字节跳动旗下的抖音也将分享其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经验，表示欢迎合作，共同创新国内消费市场。这两家公司主导着中国的社交媒体格局，抖音拥有4亿日活跃用户 DAU， 而腾讯的短视频应用程序微视则拥有2亿日活跃用户。虽然两家公司在许多领域仍然是竞争对手，但这种合作关系可能会比快手和哔哩哔哩等竞争对手提供潜在优势。此次合作正值字节跳动面临来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剥离 TikTok 的命令，以及来自腾讯在游戏领域的竞争的挑战。普京刚刚在他与西方的经济战中得到了帮助。悉尼先驱晨报。欧佩克加9个成员国宣布从5月到年底自愿减产120万桶每日，立即推高油价。布伦特原油价格上涨约 6% 至每桶85美元以上，高盛已将其对2024年12月布伦特原油的预测上调至100美元。然而，高油价将使通货膨胀率上升，此举表明沙特阿拉伯正在转向中国，破坏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俄罗斯的石油利润即将飙升。原油价格每上涨1美元，俄罗斯每年的出口收入就会增加约27亿美元。这是沙特阿拉伯在说，嘿，俄罗斯，你是我们的朋友。SEB 金融服务公司首席大宗商品分析师 Darren Steldrop 说，他们在这里所做的是站在俄罗斯和中国联盟一边。北京对美国芯片公司美光的调查可能有助于中国供应商和韩国竞争对手。南华早报。全球第4大半导体公司美光科技 Micron Technology 已受到北京的网络安全调查，引发分析师和行业专家的担忧，即中国的存储芯片供应链可能会受到影响。此举是在美国加强对中国半导体和高科技产业的制裁之后进行的。美光是第一家被调查的美国芯片制造商。中国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以维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和国家安全的供应链安全为由，对美光的产品进行调查。美光表示，其产品出货和其他功能运行正常，并全力配合此事。单身中国女性在香港寻求生育治疗。金融时报。中国的单身女性前往香港冷冻卵子或接受其他仅适用于中国大陆已婚女性的生育治疗。
该国劳动力萎缩、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导致政策制定者采取措施提高生育率，包括为拥有一个以上孩子的夫妇提供现金奖励。专家认为，更多的生育治疗可以让高龄妇女生育并提高出生率，但单身母亲在中国文化中受到污名化，单身女性很难获得这种治疗。直到最近，未婚女性还无法冷冻卵子或进行体外受精，这与未婚男性不同，后者可以冷冻精子。中国最高卫生官员反对放宽规定，称冷冻卵子会促使女性推迟怀孕，这对女性和后代都不健康。然而，医学专家驳斥了这一论点，并指出了其他原因，例如专注于教育、职业目标或结识伴侣的愿望，这些都不受卵子冷冻可用性的影响。中国纳斯达克是科技股指数在2023年大涨。彭博社，由于对新独立的中国科技公司的乐观情绪增强，以科技股为主的中国星空50指数今年上涨了 19%。北京对自力更生的支持和对人工智能的新需求推动了该行业的发展。科创板成交量周四突破 11% 关口，约占上海证券交易所整体成交量的1/3。摩根士丹利在中国的期货部门将开拓该国77万亿美元的市场。南华早报，中国证券监管机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CSRC 已接受摩根士丹利在中国设立全资期货公司的申请。继摩根士丹利旗下子公司于2020年获批后，摩根士丹利成为中国证监会批准其在中国设立全资期货公司的第2家外国公司。摩根士丹利此前已为该业务在中国的设立做准备，其中3个高管已于2022年1月通过期货公司高管专业考核。2021年，中国期货市场的交易量达到 534.93 万人民币， 77.74万亿美元。中法太空团队为12月升空准备。南华早报，中国和法国的科学家正准备发射一个联合太空观测站，以寻找宇宙中最猛烈的伽马射线暴 GRB。天基多波段天文可变物体监测器 SVOM 项目于2014年启动，预计将于12月下旬从中国西昌航天港发射升空。SVOM 配备了4个先进的望远镜，可以观察 GRB 如何从一系列波长随时间发生和演化。SVOM 是继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尼尔、盖瑞斯、斯威夫特天文台之后最强大的伽马射线爆发猎手，是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和中国国家天文台联合任务的产物。马克龙试图说服习近平不要全力以赴与普京。Axios，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告诉习近平主席，他指望他让俄罗斯清醒过来。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在北京会见了习近平。英国广播公司称之为好警察、坏警察的行为。更加鹰派的冯德莱恩刚刚抵达，他刚刚发表了关于降低欧洲与中国关系风险的重要演讲，而马克龙则在他为期3天的访问中带来了53名寻求交易的商界领袖。法国的首要任务是说服习近平不要向俄罗斯提供武器。马克龙的顾问曾讨论过向习近平提出一项交易，即如果北京投资外交资本以实现乌克兰的和平，法国将抵制美国要求与中国脱钩的压力。如果中国开始武装俄罗斯，欧盟的下一场辩论将围绕对北京的制裁展开。马克龙似乎在压住，劝说比孤立尝试更有可能影响北京的行为。马克龙呼吁习近平承认俄罗斯对发动战争负有责任。他在北京表示，习近平的提议虽然不完美，但显示出发挥负责任作用并努力开辟和平之路的意愿。此次访问，北京正值欧盟领导人就中国展开辩论的敏感时刻。中国既是主要贸易伙伴，也是系统性竞争对手。冯德莱恩一直对涉嫌中国知识产权盗窃、欧盟与中国日益严重的贸易不平衡以及某些商品过度依赖中国表示担忧。他还对向中国出口某些敏感技术发出警告，这是美国的首要任务。关于如何推进中欧贸易的辩论可能会与乌克兰战争交织在一起。乌克兰仍然需要西方团结。英国电讯报，乌克兰并没有改变其在战场上击败俄罗斯并收复其所有土地的最终使命，即收复先前吞并的克里米亚。泽伦斯基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安德烈·西比哈表示，如果乌克兰军队到达半岛边界，乌克兰可能愿意讨论克里米亚的地位，但他的言论并不意味着乌克兰打算放弃其目标。相反，该声明旨在让克里姆林宫做出选择，和平离开克里米亚或以武力解放这片土地。西方担心乌克兰入侵克里米亚会激怒俄罗斯使用核武器。乌克兰的北约盟国继续就武装该国能走多远以及什么构成乌克兰的胜利存在分歧。法国总统马克龙专注于通过与俄罗斯的谈判寻求外交解决方案。泽伦斯基的助手就克里米亚和谈判的可能性发出了不同的信息。纽约时报，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 Volodymyr Zelensky 政府的官员重申了收复克里米亚的誓言。此前，泽连斯基的一位高级顾问周三表示，
如果乌克兰的军队成功挺进克里米亚边境，乌克兰可能会与莫斯科进行和平谈判。据报道 ，Andrei Sybiha 说，如果我们能够在战场上成功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并且当我们进入与克里米亚的行政边界时，我们准备打开 外交页面来讨论这个问题。然而，包括总统办公室主任安德烈·伊尔马克在内的其他高级官员很快澄清说，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乌克兰所有领土的归还仍然是议程。Mikhailo Podolyak 说，任何谈判的基础都必须是俄罗斯军队完全撤出乌克兰边界，其中包括克里米亚。周四，法国和中国领导人联合呼吁进行和平谈判，尽管白宫发言人强调只有泽伦斯基可以决定任何谈判的条款，只有泽伦斯基总统才能决定他是否以及何时准备好进行谈判，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以及讨论什么。发言人约翰·科比说。与此同时，美国和德国之间没有就允许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继续进行的拟议交易达成协议。据报道，如果俄罗斯将能源用作对付乌克兰的武器，德国同意在乌克兰投资，并承诺采取制裁和其他施压措施。然而，美国和德国的声明并未提及该承诺，这促使共和党参议员要求国会以缺乏透明度为由对德国实施制裁。前司法部律师告诉陪审团，他与中国人会面以进一步开展非法游说活动。路透社 George Higginbotham 作证说，在美国司法部工作期间，他还为说唱歌手 Pras Michel 工作。Pras Michel 被指控代表马来西亚商人刘特佐进行非法游说，后者被指控从马来西亚主权财富基金 EMDB 挪用了数十亿美元。希金伯坦在法庭上声称， Pras Michel 曾在2017年要求他与中国大使馆沟通，以确认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引渡郭文贵。Higginbotham 表示他对此事感到不安，但让他的友谊影响了他的判断。Higginbotham 此前承认了有关协助 Michel 与中国官员之间进行非法通信的指控。Pras Michel 目前受审的证人还包括演员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和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官员埃利奥特·布罗迪。没那么快，中国的监管还没有结束。彭博社专栏作家 Tim Copan 警告说，中国对大型科技公司的监管打击可能还没有结束。尽管针对反垄断等问题对公司采取的执法行动有所缓和，但随着国内监管收紧以及与美国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北京可能会保持警惕。政府最近对美国最大的内存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的意外调查表明，监管机构将继续审查技术行业。Copan 预测，北京的执法行动将越来越关注数据隐私和国家安全问题。尽管有一些政策转向增加中产阶级的规模和减少不平等，例如最近决定禁止私立学校盈利，但该政权仍然对国家权威面临的威胁很敏感。今年早些时候，在中国监管机构审查该公司的数据隐私做法后，网约车公司滴滴出行被罚款12亿美元。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的研究人员在其购物应用程序中检测到潜在的恶意软件后， PDD Holdings 等公司可能会受到类似的审查。中国当局将严肃对待对数据隐私和网络安全的威胁，尽管可能有人指责他们自己收集的信息虚伪。与中国有关联的密歇根州23亿美元电池工厂引发社区警报。南华早报，密歇根州的一家工厂生产电动汽车电池的计划引发了抗议，原因是人们担心中国共产党关联公司的参与。该工厂的投资可能达到23亿美元，并有望创造2000多个就业岗位。然而，抗议集中在该工厂潜在的环境破坏，以及与中国的联系，以及集团利用该设施促进共产主义的意图。密歇根州已批准为该工厂提供近11亿美元的激励措施，其中 9.07 亿美元将以税收减免的形式提供。这不是中国公司的美国子公司第一次面临当地的激烈反对。随着中美关系急转直下，中国投资受到美国公众和政界人士的密切关注。中国监管机构考虑在金融监管中使用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南华早报，中国外汇监管机构国家外汇管理局 SAFE 的一名高级官员表示有兴趣研究人工智能 AI 如何用于货币政策。该组织副负责人表示，包括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内的技术可以帮助形成金融发展和治理的有效技术路线。这是第一位公开讨论 ChatGPT 和人工智能在金融监管中的潜在用途的官员。他表示，当前的监管可能会为一个主要针对流动性、欺诈和基于实时数据的不良管理的新系统让路。该评论是在周二中国金融学会年会上发表的，中央银行行长易纲和前行长周小川以及香港金融管理局首席执行官 Eddie Yu 也出席了会议。习近平和马克龙呼吁乌克兰和谈，但道路不明朗。纽约时报，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和中国总理习近平在北京共同发表声明，呼吁各方重返乌克兰的和谈。然而，习近平没有证实他是否会利用他与俄罗斯的关系来要求进一步谈判。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 Volodymyr Zelensky
和习近平上个月曾提议举行会晤，作为支持乌克兰的一种方式，但尚未举行。俄罗斯去年吞并了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4个省份，并且迄今为止拒绝在占领这些省份的同时通过谈判达成停火协议。乌克兰的立场是，俄罗斯必须撤出其占领的领土，包括克里米亚，然后才能进行和谈。与马克龙的会面是在美中关系恶化的背景下举行的，双方的声明都表明，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正在以美国为代价变得更加紧密。会议期间，习近平阐明了他对欧洲独立于美国的关注，并表示他将欧洲视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习近平的立场标志着美国与欧洲联盟的明显转变，并进一步证明，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加，世界力量平衡正在发生变化。欧洲能否说服中国改变俄乌战争的方向？半岛电视台，包括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在内的欧盟领导人正在中国与习近平主席会晤。马克龙敦促北京让俄罗斯恢复理智并结束乌克兰战争，而冯德莱恩则表示，中国对这场冲突的立场将影响未来与欧盟的关系。目前尚不清楚欧洲是否能够改变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立场。业主为11000家中国公司缴纳税单。英国广播公司，卡迪夫的一名男子被11000家中国公司的税单轰炸，金额达50万英镑，原因是这些公司欺诈性地使用他的地址注册增值税。这位叫戴维斯的男子表示，在6个月内收到了来自英国皇家税务与海关总署 HMRC 的580多封信件，但税务局没有任何系统可以标记该问题。只有当收债员开始寄信时， HMRC 才开始注意到戴维斯提出的担忧。 HMRC 负责人、常务秘书吉姆·哈拉 Jim Hara 在给下议院公共会计委员会的一封信中承认了这个问题。调查未发现任何欺诈行为， 70% 的业务为海外公司所有，并在在线市场上运营。金融犯罪顾问格雷厄姆·巴罗认为，这些公司向他们的买家收取增值税，但不向 HMRC 支付，并表示这种情况表明在英国注册增值税是多么容易。HMRC 表示正在审查其管理大量地址变更的操作流程。本书《习近平的权力和他的执行观》全面分析了习近平的权力结构，深入探讨了他对中国共产党、军队和经济的整合控制，并探索了他实施的系统性变革。该书详细介绍了人事布局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聚焦26位中国最有权势和最重要职位的人，让读者清楚地了解中国未来高层政治的走向。这本书在亚马逊上以 Kindle 电子书和平装本格式提供，并提供多种语言版本。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分析和政策简报。我们的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于访问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我们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发展的重要性，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访问我们的网站，加入对话，并随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和发展。https://6.world